各位好，瓜子泡茶听 iPhone， 我是 Spike， 我们继续聊第6季隐私。今天的主题是一谈到隐私，大部分的手机用户都会最有可能第一个想到的，没错，定位。那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不但我把隐私类的节目第一个聊的话题就放到了定位。那大家如果打开 iPhone 的隐私设置，也会发现定位排在第一位。那我想，什么是定位？应该但凡用过智能手机的用户都不太会再陌生了。那如果呢，你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定位的内容，其实我们之前第3季讲 iPhone 内置 App 地图的时候，也或多或少的去聊过定位的这件事情。那需要指出的是，定位其实并不完全等同于 GPS。道理很简单， GPS 本身是一个卫星系统的名字。这个卫星系统呢，它主要的功能是帮助这个地面上的接收设备来确定它目前的位置，分为军用跟民用啊，这就叫 GPS。但其实众所周知 ，GPS 有非常多的劣势啊，特别是在民用领域里面，因为越是民用，就越可能会靠近城市，而城市的特点就是高楼林立。那 GPS 在高楼林立的这个城市当中啊，其实信号是差强人意的啊。当然，岔开一句话题啊，这也就是为什么 Apple Watch Ultra 内置了双频的 GPS， 也就是为了解决在城市当中更精准的定位问题。那由于这个系统本身应该猜得不错的话，是脱胎于军用啊，也不能说脱胎了，只不过这一些卫星吧，他们为什么会发射到天空，应该不仅仅是免费的让大家获得一个定位服务的，更重要的是在军用领域嘛，这个应该想也想得到。那民用领域呢，它的精度，它的各种指标参数肯定是不如军用。那这就会牵扯到一个问题，在我们所有的定位设备和技术的发展过程当中，仅仅依靠 GPS 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对于城市里生活的人来讲，所以现在我们谈到的定位就不能仅仅和 GPS 划等号。我们要知道，现在的定位系统其实已经运用到了你的手机当中几乎所有的无线电波技术。举个例子，为了让你方便快速的在城市当中定位，反而用 GPS 是最少的，而用的最多的也许是你的蜂窝数据网络，也就是你的手机信号，还会用到你的 WiFi。当然，这个 WiFi 并不只是你家里的 WiFi， 也不是让你用来联网的，它也没有必要联网，只是通过 WiFi 发射装置来辅助定位。那还有可能会用到蓝牙甚至有可能会用到叫超短波啊，就是那个查找网络用到的东西啊，我一下子想不到这个名词了。总之，你的手机，特别是 iPhone， 会尽其所能的高效、快速、准确的帮助你获得目前你的位置在哪里。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没有人会希望说，我突然要打个车，或者我突然要点个外卖，然后你点开这个软件之后，上面跳出个提示框说，请等待5分钟，让我们先定位完成。那基本上就是秒定位的。那这个和 GPS 其实是绝对不能画上等号的。那今天我们要聊到的跟定位相关的隐私的这个话题，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可不是在仅仅聊 GPS 的隐私，而就是在聊你的 iPhone 所处的位置。那也就约等于我们在聊的是你的位置和你的运动轨迹，或者说你的行踪。那再扩展一点，也就是你的家在哪里，你的公司在哪里，你经常去哪里购物，你经常去哪里娱乐，你经常几点出门，你是稳定的上班族还是自由职业者，
等等等等，这些信息其实都是脱胎于定位。所以隐私当中我们对定位的保护，其实大家就通过这样的一些分析就能够更深入的明白，我们其实保护的并不仅仅是 GPS 的那个经纬度信息，而更多的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那个我们的数字画像当中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如果你用的是 iPhone，虽然我没有用过安卓，也不太那么的了解安卓，但是从一些科技信息啊，或者从我的社交范畴当中啊，反正我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之内吧，我还是认为 iPhone 对于定位的保护也好，还是掌控也好，都是最周到的，这么来讲啊。因为对于定位的保护，我们除了说你不能给我留后门啊，这个最惨不忍睹的状况是什么？用户把定位给关了，但其实呢，你的手机在背后还是偷偷的开着，这个是最惨不忍睹的。而这种情况往往是你使用了一个过度开放的操作系统。那这个开放跟封闭的优和劣其实就体现在这里了。那简单来讲，开放的操作系统，比如说安卓，它更适合于数码玩家或者一些极客啊，就是 geek， 就是为了玩而去做这个事情，因为它可玩性比较强，开放嘛，想放什么放什么，想怎么自定义都可以。但是对于大部分的非数码爱好者和普通用户，只是想老老实实的把它当成一个工具来用的话，那其实结合我个人的体验，我也给大家更多的偏向推荐于像 iPhone 这样的封闭的操作系统，因为最起码它不会出现那种你明明把开关关了，但是其实在背后还有一个后门，或者是有一个什么样不知道你什么原因它还是开着，这个是最恶劣的一种情况啊。那除此之外，我觉得 iPhone 最值得称道的是什么？是它真的会通过一些功能上的设计，为用户细心的考虑的这些详细的设置和功能，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达到一个真正让用户掌控自己的隐私这样的一个目的。我觉得这个是最难的，因为对于隐私来讲，不管是定位还是我们后面讲到的其他一些，想做到打开或者关闭一个开关就完事儿了，这个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但大家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做到一刀切的。就算再注重自己的位置信息的人，我觉得生活在现代社会，你也不太可能说我的手机就啪嚓一个开关把定位关了，我永远不用定位。那如果是这样，那我觉得您用智能手机的意义，我不能说意义何在，但最起码打了至少打2折，就是说超过一半，可能70%的这个意义就已经损失掉了。所以其实保护隐私并不仅仅是一个开和关这么简单，而是你除了开关以外，还要注意到很多细节。那更重要的是，你要让你的用户有掌控感。所以接下来呢，我会通过一些简单的演示，来让大家一起看一看 iPhone 是如何设置对于用户隐私的保护的。在演示和操作的过程当中，我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顺带着从背后去体会一下 iPhone 是怎么样做到这种掌控感的。也就是我让用户放心到什么程度呢？作为 iPhone 的用户，我真的有自信的是说，我想怎么用我的隐私就怎么用，我不是说就一定要不给你，而是说我想给你就给你，我想给你10个就给你10个，我想给你2个就给你2个，我昨天给你2个，今天我可以给你5个，后天我就给你4个，就完全是我说的算，而且是随时说的算，这个我觉得就叫掌控。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如何掌控。我们来进 iPhone， 在设置当中，我们很容易的下滑就可以找到一个隐私与安全性这样的一个选项。我来找一个对焦位啊，稍微近一点，让大家看得清楚一些。隐私与安全性在这里啊，看到了吗？一个手掌的这个标志，
然后我们点进去之后，首先你会看到一个硕大的图标、加粗放大的文字，以及下面的说明啊。如果是第一次点进来，我建议大家可以简单的看一下这些文字，然后接下来的这一部分就是设置了。那今天是我们第一次聊具体的隐私功能，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第一个关于隐私的设置就是定位服务。那让我们点进去，在定位服务当中，首先就是一个大的开关，这个也就是说我刚才讲到比较容易的那个部分。如果你想一刀切，就直接把这个开关一关，我就不真的关闭了啊，它有一个2次提醒，怕你误操作。那么其实这个手机的用意也就大打折扣了。那我其实还真的不建议大家直接把这个开关关了，这不叫掌控，这个只叫随便什么吧，你们理解就好。那第二个呢，叫做位置提醒，也就是说，如果你需要一个位置提醒的话，它会不会显示一个地图给你？在这个提醒的对话框当中，会不会有一个迷你的小地图？这个大家可能遇到最多的场景是，当你的 Apple ID 在另一台设备上登录的时候，那么在你的老设备上会跳出一个2次验证码6位数字，然后但是你会回想一下，你是怎么看到那6位数字的？你一定是先点一个允许，当然你也可以点拒绝了。回忆一下那个允许跟拒绝的那个弹出的那个操作框框的上面是不是有个地图啊？所以如果它之所以有个地图，就是因为这个开关是开着的。那如果你把这个开关关了，下次它就不会再有这个地图了啊，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啊。好，那第三个呢，叫做共享我的位置。那也就是说呢，在这个里面你可以去打开或者关闭查找我的 iPhone 啊。想了解这个的，我之前有做过节目。然后可以控制我的位置是根据哪台设备来去定位，因为你可能有多个手机，或者你还有 Apple Watch， 所以到底哪一个在这里可以进行选择，以及共享我的位置，也就是在我们的 iMessage 类似于 iMessage 这样的应用当中，你是可以发送自己的位置的，而且你可以让你的位置在信息当中共享一段时间。如果是中国大陆的用户，其实这跟微信的共享位置是有点类似的啊。那这个就是控制这个功能的开与关。好，以上3个叫做这个隐私的定位服务当中的全局控制。那我刚才也说，这3个你不管如何设置，它都没有办法说自己是让你掌控隐私，而真正让你掌控的是下面这一部分。那这一部分是什么呢？其实大家一看也很简单，就是针对每一个 App 可以进行隐私的设置和管控。这些 App 不但包括第三方 App， 更是包含第一方的 App， 也就是 iPhone 自带的 App。那只要你安装的 App 有请求位置的需求，它全都会出现在这个里面，你都是可以就是一个一个的啊，就是详细的设置。那在我们给大家看这个 App 的设置案例之前，我想让大家先滑到最下面去看一下这个叫什么图例啊，它告诉你紫色箭头跟灰色箭头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如果是有紫色箭头，代表这个 App 刚刚使用过定位服务，访问过你的位置。而灰色箭头呢，就是24小时之内，过去的24小时曾经使用过。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进到这个菜单，并不是为了改变什么设置，而就是想要看一看，谁刚才使用了我的位置，到底是谁用了。而最直接的一种方法知道是我的位置有没有被人在使用呢，其实就是看这个最上方跟时间在一起的这个状态栏。那么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打开一个天气 App，那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马上就出现了一个定位的图标，来告诉你现在你的定位正在被使用。那如果说你错过了这个即时的图标，比如说现在它又没了，是吧？因为天气 App 并不像地图，它需要持续的定位，而你就是为了看个天气嘛。那这个时候其实我只要定位好你现在的位置，告诉你你现在的天气是什么就可以了，达到目的了。但如果我错过了这个怎么办呢？大家可以从控制中心当中去看到刚刚谁使用过你的位置。那我可能这个时间比较长啊，让我再切一下，比如我先切回来
好，这边又出现了一个，对吧？那我从控制中心当中，你就可以看到，在这里它显示了一个天气。那我从这里点进来，你就可以看到有一个隐私的提示，它会告诉你刚才天气使用了你的位置，而且是最近使用的。那理论上是不是在设置当中，我应该看到紫色的箭头？让我们来验证一下是不是这样。那看，灰色变紫色，对吧？紫色的箭头。好，那这个是我们在日常使用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快速的识别我有没有被定位，谁给我进行了定位。那如果我想改变它呢？拿天气为例，天气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设置，因为它会多一些选项。为什么？因为天气会有一个小组件的功能。如果没有小组件，那大概率上只会有前3个设置，也就是说，我不允许你访问，或者下次你要访问的时候再问我。那还有就是 App 的使用期间，使用期间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打开你这个 App 的时候，我允许你访问，只要我关闭这个 App， 退出这个 App， 或者把这个 App 放到后台，就是只要我的眼睛看不到这个 App 的时候，都不允许使用啊，这个叫使用 App 期间。而后面2个因为是有小组件的，所以你会看到多一个就使用 App 或小组件期间。那也就是说，我在使用小组件的时候，我也可以允许你访问天气了。那我觉得天气大家设置到这一档还是比较合理的啊。当然还有一个最大的开放度就是始终，也就是说，如果你选择始终，对于任何一款 App 你选择始终的话，它即便在后台你看不到它的时候，它也可以随时访问你的位置。当然对于 iPhone 来说，即便是这样，你也可以通过刚才的控制中心去了解到谁在访问我的位置。那即便他在后台访问你的位置，你也可以随时在 iPhone 的这个状态栏当中看到这个小箭头的图标。那我觉得这个的设计还是非常贴心的，正因为有这样贴心的设计，让用户才有了一种掌控感。那最后一个是我最喜欢的，也是这次跟大家聊这个定位的隐私保护精髓所在，就是最后一个开关，叫做精确位置。这个是精髓当中的精髓啊，也就是说 iPhone 的定位服务针对于每一个需要访问你位置的 App， 它都可以有一个精确定位或不精确定位的开关。那也就是说，我有一个灰色地带，对于每一个 App， 我并不是说我一定要让你知道我具体现在在哪条街的几号。那因为定位服务是可以精确到这个地步的，导航要不然怎么做的啊？但是像对于天气 App， 理论上我只要知道这个城市的天气就可以了。所以其实如果你担心天气获取你的位置隐私的信息，你其实是可以把精确位置关掉的。那大家可以简单粗暴的理解成什么呢？你关掉了精确位置，它的位置就只能限定到城市级别。当然，可能不这个城市大小不一样嘛，所以你可以粗略的这样理解吧。像中国的北上广深这么大的城市，那我就不能这么说，可能粗略位置就是1/4个城市或者半个城市这个样子啊。但这个不重要，大家理解这个就可以了。而这个精确位置是否允许每一个 App 去访问，我觉得是让我们用户能够掌控隐私的一个最关键环节。那接下来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因为剩下的这些 app 我就不演示了，就大同小异，很简单的。你就每一个点进去看你需要怎么样设置，你也可以去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之前有误点的，不想让访问的访问了啊，就一个一个去点就可以了。那关于精确位置，我希望给大家去举一些案例啊，方便大家去理解。什么情况下你一定是需要开这个精确位置的？比如说导航的 app、地图的 app， 或者是打车的 app， 就类似于这种。其实有一个原则非常简单，你使用一款 app 一定是需要获得这款 app 给你一些服务啊。那这个服务，如果这款 app 给你提供服务的时候，它不知道你的准确位置，它还能不能给你提供这个服务？如果不能，那你要么就别用这个 app 了啊，换一个其他的 app。同等功能的，可能你不相信这家公司的产品啊，你换一个同类公司的竞争产品你去用，这可能是唯一一个方法。当然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不用这个服务了嘛，不用这种服务了。那还有第二种这个
方式就是，如果你使用这款 App， 它不需要知道你的精确位置，它只需要知道你的大概位置就可以了。那我建议各位把这一类的 App 的精确位置访问开关全部关闭。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可能我接下来要一打一大片了啊。我个人认为啊，所有的网络购物的 App 都没有必要精确到门牌号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只要知道你在哪个城市就可以了啊。比如说很多这个信用卡的 App， 它是要访问你的位置的，因为你持有的这款信用卡，它可能在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优惠政策。像类似于像点评类的 App， 对吧？你到了不同的城市，它会推荐你不同城市的一些不一样的服务。那这个时候，如果城市级别的定位就能解决你的问题了，你就不需要打开精确定位了。当然，现在由于中国大陆境内的这个很多的 App 的功能都过于完善，就举个例子，基本上我知道的所有中国大陆的购物 App 都有一个场景，你是可以说需要访问精确位置的。什么场景呢？就是填你们家的收货地址。为什么填收货地址要访问精确位置？因为中国的这些 App 设计的太完美了，太智能了。那它可以方便到什么？你只要把精确位置打开，你可能连门牌号都不用写，它直接就帮你猜对了。这个不是100%能猜对，但是我自己使用的过程当中，起码80%能猜个8、9不离十，就能猜对。为什么能猜对？因为你的精确位置是打开的。但如果你希望更多的保护一下自己的隐私，我认为你是可以把精确位置关掉的，因为我家的门牌号、我家的地址，我可以自己勤快一点，手动输入就好了嘛。那这个就是看每个人不同的想法了。那这个案例我觉得也非常好的验证了什么叫掌控隐私。就每个用户不一样，如果你是比较重视隐私的话，那你就不要去开啊，我就老老实实一个字一个字的打。但是如果你可能打字打不太来啊，然后打得又慢，然后一听到打字，哎呀就脑仁疼啊。但是对于这个隐私，对于我家门牌号在哪儿，我不在意啊，你能把我怎么样的？那么你就开啊，这就是掌控，每个人不一样的。所以精确位置的开与关其实就是一个最好的案例，能够告诉大家啊，作为 iPhone 的用户，你是有这种灰色地带的，是一种权益的。如果说只是一刀切，我为了保护你的隐私把定位关掉，那这个我觉得不是为用户着想，而是你要考虑到关掉之后他怎么办。所以这种灰色地带其实我是非常喜欢的啊，打引号的灰色地带啊。那其实呢，关于位置的分享还有一个小小的细节啊，希望大家知道，就是关于照片分享。很多时候，当我们去给好朋友或者是陌生人，或者是不管是谁吧，传送一张照片的时候，数字照片很多在背后都会带有一些信息，跟这张照片同时传出去的。比如说什么相机拍的，什么时间拍的，光圈、快门，那其中就包括地理位置信息，特别是用手机拍摄的照片。因为手机是有地理位置信息的嘛，那你说我能不能把相机的定位功能关掉呢？下次我打开相机拍的时候，它就不知道我的照片在哪儿拍的呢？当然可以，你可以这么做。但是如果你这么做，听过我照片 App 那一讲，你就会知道它的坏处了。因为这样一来，你所有的照片，你的手机都不知道是在哪里拍的。当你拍了很多的照片之后，你就天然的失去了按地理位置来帮你去整理照片的这个巨大的优势了。所以这个我不建议。那在我分享照片的时候，我怎么样能够把地理位置信息隐去呢？其实这种方法就隐含在我们的照片 App 当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如果你想分享一张照片，拿国内的用户来讲，可能是微信啊。大部分我的手机没装微信啊，但我知道大部分中国大陆的用户想要通过微信给对方发一张照片会怎么发？先打开微信，再找到这个人，然后选择添加一张照片。这样做的坏处是，你必须允许微信全权访问你的照片权限。这个我们在讲照片隐私的
那一讲之后，我们再去聊这个内容啊，这个跟今天关系不大。那还有一点不好的就是，你这样去发送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屏蔽掉你照片的地理位置信息的。那我现在给大家举个例子，怎么样屏蔽掉照片的地理位置信息？比如说，我随便找这么一张照片，打开它。那大家可以看到，这张照片是在北京拍的，它是有地理位置信息的。那如果我想把这张照片通过微信发给好朋友，但是又不希望他知道这张照片是在哪里拍的，记得不要通过就是不要先打开微信去发，而是先打开照片 App， 在你的照片 App 当中找到这张照片，在下面点分享按钮。那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在这个小图标当中去点微信，用这种方式发。但你用这种方式发，它也是带地理位置信息的啊，所以在这个界面我们要注意了。当然我这儿没微信啊，你就拿信息当微信好了。在你点任何一个分享的方式的小图标之前，注意一下这个位置。你会看到吗？为什么我一直推荐大家要去看手机上的文字？它写的非常的清楚，已选择一张照片，包含位置，没问题吧？所以如果其实你仔细的看你手机给你提供的信息，这个功能不用我来分享，大家应该自己在用手机的时候就知道了。那如果你不想包含位置怎么办呢？不用我讲，你们应该知道怎么办吧？选项，然后把位置开关关掉就好了。下面这些大家自己去看啊，但是这是一个秘密通道啊。关掉之后点完成，我们再来看这里，已选择一张照片，不包含位置。好了，这个时候你再去点下面的任何一种分享方式，它都会自动的帮你隐去照片当中的位置信息。这个就叫做掌控自己的隐私。好，今天就是我们分享 iPhone 当中的隐私的第一个小环节，叫做定位。如果你觉得这个分享对你还有那么一点帮助，那么对我最大的支持就是继续追我们隐私后面还有20多次的分享，针对不同的主题。基本上我的节目会每天的更新，所以感谢各位的观看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